我是夫人精挑细选养大的通房丫头，从小就放在少爷屋里，专门等着少爷开情窍。少爷为人清冷，即使冬日暖好了被窝，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命我穿好衣服再出去。我本以为他天性如此，情伤为零，没想到南巡归来，他却带回一位落难千金。少爷对他极尽宠爱，甚至为了杀鸡儆猴，不惜拿我开刀。平日是我太过纵容，凉茶冷饭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我猛地抬头看向少爷身后的那位阿福姑娘，明明是她盐味热，让我换的冷茶。只见她满脸害怕，抱着少爷的胳膊殷替我求饶。不愿鸳鸯姐姐，是我贪凉。你莫怕她，这府里还轮不到她做主。安抚好阿福姑娘，少爷又转头居高临下的对上我。你怎么说？是奴婢的错，奴婢这就去领20戒尺。等一下，少爷追出来，我心中一喜，以为少爷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真罚我。谁知他却冷冷道：鸳鸯，吃醋要有个限度。少爷称我对未来夫人不敬，如何能继续留在府中做事？他将我赐给车夫长青，我跪地谢恩，转身出了府。有人问少爷，养了我17年，就这样放走，会不会太过便宜？少爷回：长青幼年伤了命根子，本不能人道。他要我出府跟着长青，不过磨一磨我的性子。可他不知道，既出了这府，跟谁？他说可就不算数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，我是少爷的准通房丫头，可他却从来不用我。夏日薄纱加身，正在看书的少爷说我晃得他眼疼，让我换件不透的衣服再进来伺候。冬日刚暖好了被窝，少爷就让我起来穿好衣服回去睡。我撒娇耍赖，要同他一起睡。少爷眉头皱成个川字，床就这么大，你想害我睡不好？我委委屈屈，一步3回头，直到我出了房门，少爷都没叫我回去。冬日的风凛冽，我裹紧衣服跑回了厢房。至此，我就成了全府的笑话，他们私底下都在嘲讽我不行。哼，怎么没人说少爷不行呢？都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货色。过了几日，夫人将我叫了过去，抬着我的下巴，将我瞧了又瞧。你是不是贪嘴又吃辣了？瞧额头上这颗痘，少爷看了能不碍眼？我委屈极了，奴婢没有贪嘴，每顿饭都甚是清淡，这肚子里连油水都快没了。夫人松开了我，唉声叹气。也是，你的饮食都是我格外关照过的。可你说少爷为什么就是不碰你呢？我也唉声叹气，大概是少爷不喜欢奴婢吧。不可能，这么多丫鬟你是最得他眼的，我也不是没给他挑过新人，可他说了就要你。夫人想东想西，想到了新点子。你说琪儿她是不是哪儿不行？这我怎么知道？想到自己个儿后半生的幸福，我捏紧了小拳头。少爷他一定行。鸳鸯，你说他行他就行，夫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从夫人院子里出来我就哭了。这世道太难了。少爷沈其岳是沈家的嫡公子，人如其名，风光其岳，熠熠生辉。刚刚21岁就成了天子近臣，这不待天子南巡，走了有4个月，还怪想他的。有消息传回府里，少爷今日便回，洒扫、更衣、沐浴、焚香，领着翠轩所有人，早早就在大门上盼着。马车停下，少爷人是回来了，却带回个肤白貌美的女子。那女子姓宋，叫宋福，落难的官家小姐，若柳扶风，我见犹怜。沈其岳护她同眼珠子一样，我的心碎了。将宋福领回翠玉轩，隔了4个月，沈其岳第一次正眼瞧我。鸳鸯，你怎样待我就要怎样待阿福，我先去给母亲请安，稍后还要进宫。我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是。少爷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，又转身叫宋福等他回来，这才转身出了门。我扬起12分的真诚，叫宋福将这里当自己家一般，切莫生分。可刚才还小鸟依人的宋福，在少爷走后，目光逐渐变得冷厉。他上下将我打量了一遍，目光带刺道：你就是鸳鸯？还不等我作答，就讥讽出声。果然，穿金戴银，瞧着还是个丫鬟。
我还没对他怎样，他对我倒是好大的敌意。少爷将他的翠玉轩让给了宋福，自己搬去了书房。每日晨起，少爷来为宋福描眉，晚间替他作画。大夫说宋福体虚，要多动。少爷那么忙，午后舍了休息的时间，还特意跑回来带着宋福散步。往日冷静自持的少爷变得多情爱笑，完全像是换了个人。我这才惊觉，原来以前的少爷不是不开情窍，而是对我全没一点兴趣。宋福一来，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也完全变了模样。粥太糯了，重做；菜太咸了，吃了嗓子不舒服。重新煲了粥，他想吃面，粥和面齐了，他又想吃3月天的荠菜，4月天的烤乳鸽。厨子丫鬟们叫苦连天，我要整日候着伺候他。只因少爷的那句待他如同待我。一日值夜归来，刚睡下，小丫鬟气鼓鼓的回来了。我一问，小丫鬟满腔怒火：鸳鸯姐，你快去瞧瞧吧，那位宋小姐可太难伺候了，让避水倒茶，一会说凉了，一会说热了，还说我们平日里太娇惯了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将来等她当了家，要把避水姐姐的手指砍掉，还说要将我们通通撵出去呢。我安抚好小丫鬟，到了正屋一看，只见丫鬟跪了一地，茶水洒得满桌子，宋福整依在美人榻上玩手指甲。见我进去，她笑嘻嘻地看我一眼：鸳鸯你可来了，这些丫鬟都太笨了，倒个茶都倒不好。我边赔罪边示意丫鬟们收拾了东西撤下去。宋姑娘，我亲自帮你泡茶可好？宋福笑了：好啊，齐月跟我说过，你泡的茶最是清甜，今日我便尝尝，是不是如同他说的一样好？我笑不出来，亲自一套新的茶具，泡好了茶往宋福面前一推。宋福只是摸了摸茶杯就道：烫了。我又重新泡了一杯温的，宋福道：还是烫。一连泡了5回，宋福都说烫。我若还是看不出来他对我不满，那我就是个傻子了。宋小姐，大夫说了您身子虚，切莫贪凉。宋福笑道：鸳鸯果然是好奴才，怪不得少爷如此器重你。这生气重即是警告，也是敲打，我无法辩驳。我只是听话的将杯中换成了凉茶。宋福抿了一口，就放下茶让我下去。可我没想到，少爷回来后，他只是手指轻触了触杯肚，就发作了起来。待我进了屋，少爷将杯子重重的扫落，砸在我头上，说出口的话更是毫不留情。平日是我太过纵容，凉茶冷饭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我张着嘴看着陌生的少爷，一半是震惊，一半是愤慨，心道没谁家的客是能如此反客为主的。可我看着少爷身后宋福得逞的笑容，瞬间低下了头。说到底，我只是个身份有些特殊的丫鬟罢了。而宋福此刻满脸害怕，抱着少爷的胳膊应替我求饶：不愿鸳鸯姐姐，是我贪凉。你莫怕他，这府里还轮不到他做主。安抚好阿福姑娘。少爷又转头居高临下的对上我：你怎么说？我贵服，是奴婢的错，奴婢这就去领20戒尺。说罢，我就转身出了屋。丫鬟小厮们都看着，我的脸烧得火辣辣，心更是灼出个大洞般，闷闷的疼。等一下，少爷追出来。我心中一喜，以为少爷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真罚我，谁知他却冷冷道：鸳鸯，吃醋要有个限度。鸳鸯，说到底你只是我的准通房丫鬟罢了，这府里迟早会有少夫人，你醋意如此大，竟怠慢送福，如此心高气傲，一点伏低做小的自觉都没有。心高气傲，没有自觉？少爷口中的我为何如此陌生？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少爷又道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自宋福来后，你就告病躲在屋中不出，屋中不去伺候，书房不再敬茶，你可有一个丫鬟的自觉？我的好少爷，你以为我捏酸拿乔，难道就没有看到宋福是我为眼中钉，我稍往您身边多站一分，他都能在我身上啄出洞吗？我不称病，难不成要夹在你和宋福中间挑拨离间？可这些我都无法辩驳。于是我倔强地站着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在少爷的眼里，大概就是我一副不知悔改的姿态吧。少爷越说越气，
他让我赶紧去领罚，别站在这儿捂他的眼。我没有求饶，行了礼，转身往外走。这时候，宋福不知在少爷身后说了一句什么，临出门，我又被叫住了。鸳鸯，院子里都是少爷冷漠无情的声音。你领完罚，便跟着长青回家吧。我瞬间抬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长青是少爷的赶车小厮，我为何要跟着他回家？只见少爷见我迷茫，眼底露出3分得意。既你心高气傲，不愿伏低做小，那我就将你许给长青，去跟他回家做正头娘子吧。少爷冷哼了一声，转身拦着宋福进了屋，独留我一人愣在了原地。我好像被随意配了个小厮呢。呵，这操蛋的人生。回到屋里，我撩袍坐下，气得胸口生疼。刚刚鸳鸯看我那是什么眼神，他是什么态度，也该让他吃些苦头了。宋福走过来，像只小猫般温顺地跪在我脚边，双手抚上我的膝头，做着丫鬟该做的事，一下一下抚平了我心中的狂躁。公子，鸳鸯在你身边待了17年，养得不输好人家的嫡女，就这样配了长青，会不会太过便宜她了？我冷冷一笑，道：长青幼年伤了命根子，本不能人道。我要他出府跟着长青，不过磨一磨他的性子。宋福轻声附和：鸳鸯该磨一磨性子了，左右不过一个丫鬟，竟敢对我不敬，我祖上可是受过先皇褒奖的宋氏。耳中宋福喋喋不休，还在说些鸳鸯如何目中无他，如何教唆丫鬟给他脸色的琐事，我听着心中越来越烦躁。一说鸳鸯的事，我就有点挂脸。宋福一见，立马不说他的事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可自打公子回府，这鸳鸯茶水不奉，吃食不上，也少了往少爷身边伺候。少爷派人去寻，他还称病不出，往小了说是捏酸拿巧，往大了说这心里呀，纯纯就是没有少爷。是了，宋福这一点说得很对。自打这一趟南巡回来，鸳鸯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。我知道他是嫌我带了宋福回来，可他不过一个通房丫鬟，难不成这辈子不让我娶正妻不成？这样的心性，就算宋福温顺，将来也难免不了磕碰。如今我将他送出府，磨一磨他的性子，好叫他知道少爷我也不是非他不可，这也是为了他好。如今府里正是多事之秋，等过一段时日稳定下来，我再将他接回来，他岂不是对我更加死心塌地，也更懂得如何孝顺未来少夫人？而我后院安宁，何愁前途不稳？来人，等鸳鸯受完罚，就让他直接离府吧。我也让长青套了马车在后门等他。我已安排好了一切，长青在乡下有个小院子，鸳鸯去了只当散心，让他避开我与宋福的大婚之日，也免得他见了伤心。我自觉安排好了一切，于是可是紧锣密鼓地张罗起了我与宋福的婚事。待我大婚后，我会给你妾室的身份，将来若你生下一儿半女，我也会将孩子抱到宋福屋里抚养，记在正妻名下，这样他们就是嫡子亲生，也不枉你与我的情分。鸳鸯等着我。我被打了满满20戒尺，以往都是我送不守规矩的小丫鬟们来受罚，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跪在地上领罚的一天。戒尺打在手心，原来是那么的疼，只3、5下，我白皙的手就红肿起来。尽管往日优待的哥哥们收了力道，可20戒尺下来，我满头大汗，站都站不稳了。幸好有小丫鬟扶着。我说要回去，可小丫鬟却一脸难为情，说少爷让我不必回去了，直接离府，后门有长青的马车在等。说罢，小丫鬟还贴心地递上我的包裹。轰隆隆一阵滚雷，转眼乌云压顶，四周昏暗下来，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小丫鬟要拉着我入屋内避雨，我却一步一步向后门走去，叫人等着不好。再说让少爷知道，岂不是又要说不过几滴小雨，偏我惯会拿瞧？到了后门，雨帘太大了，我左右一瞧，只有对面街边停靠着一辆看上去灰扑扑的马车。于是我提裙跑了过去，车夫不在，我就自己推开车门钻了进去。天太黑了，车里有人，我以为是长青，所以也没有见外。转身背对他，坐在了靠车门的位置。不久，车辕一沉，车夫驾着车悠悠驶向城外。上了车，我的手就开始火辣辣、钻心般的疼。打开包裹，
果然寻到小姐妹为我塞的药膏。于是不管3721，将药膏涂满手心，然后又撕掉了一件干净的衣服，紧紧裹在手掌心上，用嘴配合着打上结，感受着药膏带来的丝丝清凉，我终于呼出一口气，靠在了车厢上。常青也不知从哪里寻来的车夫，驾的车又稳又快，晃晃悠悠的，我竟然睡着了。一觉睡醒，天光大亮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侧躺在了车厢里，一惊坐起身，掉下一件男子的白色外衣，再然后毫无防备的对上一位陌生男子的视线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车厢里？我抓着那件衣服指向他，那人薄薄的唇一牵，姑娘，这是我的马车。我深觉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常青呢？对方不认识。坏了，昨日骤雨天黑，再加上门外只停靠着一辆马车，我实诚是上错车了。先连远望，青山远至，道阻且长，根本是我不认识的地界。我一下子慌了神。你是谁？看他着衣讲究，马车虽低调，可内里却暗藏乾坤，身份必定不凡。他将我带出了京城，难不成是图我美色？想到这儿，我双手捂着胸口后退了半步，后背紧紧地贴上车门。对方看了一眼我的动作，透露出幼稚好笑的神色。已经过了一夜，姑娘现在才问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说的也是。我咬着唇，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，双手合十，就差给他拜一拜了。公子对不住，我可能坐错车了，你能不能现在让我下车？不能。为什么？白衣公挑眉看了我一眼，一脸懒得解释的表情。正当我嘟嘴要掐架的时候，车门的方向传来了车夫的声音：嗨，姑娘，我们家公子的意思是，这点荒山野岭的，姑娘下了车也没办法回去，还不如随着我们去前面的镇子上，再想办法。哦，多谢大叔。谁知我刚道了谢，车里的某人又开口了：谢什么？看你细皮嫩肉的，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。我是沈府的丫鬟，你敢将我卖了，就等着我家公子告你吧。哦。那男子不经意地瞅了一眼我包成猪蹄子般的手，说出来的话极伤人心。我还以为你家公子不要你了呢。一想到昨日种种，我家公子可不就是不要我了吗？他不仅不要我，而且还打了我20戒尺。不仅打了我20戒尺，而且还将我配了小厮。常青多丑啊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将我卖了呢。越想越伤心，呜呜呜，越哭越收不住。哭到对面的公子手足无措，绷着肩膀递过来一张手帕。别哭了，逗你呢，不将你卖掉总行了吧？我带着哭腔道：不，你还是将我卖了吧，卖得越远越好。沈其月，姑奶奶我不伺候你了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公子见我变脸比翻书还快，满是无奈。行吧，那你卖给我得了，正巧这趟出门没带丫鬟，你就负责端茶倒水。说罢，他看着我的手，忧心忡忡。你这手端不得茶吧？啧，给你2两银卖身前嫌多不？我磨牙中，没见过比他更讨厌的公子了。公子姓郑，这趟是出门谈生意的，说是买我当个丫鬟倒茶使的，可一路上反倒是他给我斟了几回茶。车行半日，到了古泉镇，刚下马车，郑公子就要带我去看大夫。我不好意思花他的钱，就说不用了，这手过几日便能好。郑公子阴阳怪气，怎么，公子我倒的茶好喝？这人好烦，看大夫就看大夫，等我手好了，让他再小瞧我。郑公子财大气粗，进了医馆就要找最好的坐堂大夫，等大夫看了我的手，又说用最好的药，女孩子留下疤不好。我的脸悄悄地红了。一个相处半日的陌生人说女孩子留下疤不好，可另一个相处了半辈子的人却亲手将我打了20戒尺。什么叫错付的忠心，我算是领会到了。等到了住处，郑公子带着车夫出门谈生意去了。我将抱着的腿脚慢慢伸展在被褥中，觉得这2天1夜像是在做梦一般。从我懂事起，夫人就指着沈其月告诉我，小鸳鸯，这是你的小主人，你以后要一辈子忠于他。再大一点，夫人就说，鸳鸯，少爷的饮食起居你都要照看精细，若不然拿你试问。于是捧着
哄着，将他那样挑肥拣瘦的人养得高高壮壮。我个子没他高，力气没他大，可有事我总是冲在他前面，为他遮风挡雨。天气热了，我要给他打扇；天气冷了，我要给他暖被窝。好似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，他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热不热、冷不冷，甚至疼不疼。像我们这样的丫鬟，稍大些都是会出府配了人的，可我一个少爷的房中人，谁敢要？谁愿意要？做通房又成了我唯一的出路。可如今，那叫送福的女子一来，我连通房都成了多余。我不知道送福是怎么同少爷说的，我只知道他若再挑拨离间几次，我连性命恐怕都保不住。这次阴差阳错上错车，没能跟着长青回家，算是保住了清白。可以后呢？跟了长青还是家仆，家仆就要受主家召唤，少爷那日想起我了，我就得回府里伺候。若伺候的不好，打死了也是不冤的。既如此，我何不给自己拼另外一条出路呢？郑公子吃不惯外面的吃食，中午和晚上进食都很少，我就用店里的厨房给他蒸了一碗鸡蛋羹，淋上葱油、碎花生，清清爽爽。在他回来的时候，端进了他的屋子，给他当宵夜。车夫冯骥只是声音听说去苍老，实则也才27、8。他看着那碗鸡蛋羹，呼的一下就跪下了。公子，小的顾及不周。郑公子摆摆手让他起来。出门在外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不过他用勺子将鸡蛋羹边搅碎边笑看了我一眼。这2两银买的丫鬟还挺直。我不服，咱这眼力劲儿是超值好不好？若不然沈其月那么挑剔的主，我能在他身边待10几年。于是我趁热打铁，矮下身，爬在郑公子吃食的桌面上，露着2个大眼睛，忽闪忽闪地对他说：我还会做粉蒸排骨、清炒蓉耳、鲍鱼粥、桃酥点心，等我手好了，一样一样给你做。郑公子的勺子掉在了碗中，不大不小当的一声。你会做的这么多，你那个少爷怎么忍心不要你的？我探手，没办法，少爷身边有绿茶。有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笑嘻嘻，他眼光不好。郑公子重新拿起勺子，边吃边说：我觉得也是。我笑了。以前少爷只会说我这不好，那不对，原来被人肯定是这种感觉。郑公子每日早出晚归，事情好像进展很不顺利。我稍稍听了一耳朵，原来是一位老夫人守着过世丈夫的配方不肯出让，称要留个念想。郑公子刚开始还能进门游说，后来就吃了软钉子。那老夫人撑头痛犯了，连面都见不上。郑公子不能久留，称若再拿不到配方，就先回去，只能往后再说。我说我或许有办法可以试试。郑公子说行，说不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待我出来兴许是件好事。我不相信什么冥冥之中的天意，我只相信有志者事竟成。人人都觉得我只是个丫鬟，可能做到我这样的大丫鬟也是不容易的。以前沈家夫人也有头疼的毛病，从宫里请来的老太医看过，效果也不大。有个路过的赤脚郎中给了个土药方，配着按摩手法才有效果。身边的妈妈们谁都没学会，只有我小小年纪学得像模像样。大家只觉得我是天赋异禀，其实不然，那是我每日晚上下厨做宵夜给那赤脚郎中换来的。老夫人姓柳，年约60，我去的时候躺在床上直呼头痛。我见她口唇发白，眉心紧皱，就知她不是装的。介于我是郑公子送来的，老夫人对我有戒心。第1日我没用药，只帮她按摩了头部的几个穴位，同时我还让将窗户开了通风，把屋里的药味散了散。老夫人在我的按摩下睡了一下午，听丫鬟说这是她最近睡得最好的一觉。第2日我还是照常去，让丫鬟配了外涂的药膏，接着按。一连10多日，老夫人看我的目光就不一样了，见我来了也有了笑模样。你是郑公子的什么人？我笑回，我算是他的半个丫鬟吧。老夫人问，怎么还只是半个丫鬟？于是我将来龙去脉同老夫人一讲，老夫人笑得前仰后合。笑完了，又道，人与人的际遇不同，说我这样子倒是阴差阳错投了个好靠山。郑公子是好靠山吗？我纳闷。老夫人笑而不语，说很多人都想巴结他。我问老夫人，您怎么不巴结他呢？
老夫人道：我一个半截身子入了土的人，无儿无女的巴结他作甚？我说我好羡慕，您无儿无女，还能有男子奔波那么远求您帮忙。不像我，在京城依附以前的主子，就是阴差阳错出来了，也只能委身另一个主子。老夫人看着我，人与人所处的环境不同，只要你能向善、向学，向着你的目标走，你也可以走出令别人羡慕的人生。我心如炙火，渐渐有了方向。老夫人，有没有人说您就像太阳一样，能影响和温暖身边的人？我由衷的夸赞令老夫人陷入了沉思。隔日，等我在过去的时候，老夫人一夜未睡，专程等着我。她交给我一卷书册，叫我务必交给郑公子。鸳鸯，你说的话我想了一夜，我家老头子如果活着，我想他也想像太阳一样，温暖普及天下之人。我懵懵懂懂，将书册交给郑公子。郑公子满脸欣喜，连说了3个好字。鸳鸯，郑公子，我要怎么赏你？我觉得他有点奇怪，一点小事，是那老夫人自己想开了，并不是我帮了多大的忙。居功不自傲，更该赏。郑公子说回了京再赏我不迟。当晚确实要喝酒庆祝的，可他不知道我酒量真的很差。对月3人，灯下饮。我想到我的伤心事，刚开始还要逢机劝酒，后来就抱着酒坛子不撒手了。喝多了，我就想起以前总也干不成的事儿，于是我就拽着眼前眉清目秀的公子往床上扯。公子，来睡觉。某人也喝了不少酒，护着腰身将我推开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我晃了晃脑袋，公子便是公子啊，还能是谁？让你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，这下好了吧？来了个送福，人家霸占着你，不仅不让我靠近，而且还将我踢出了京城。就问，没有我给你暖被窝，你后不后悔？我心里气哄哄的，手上加了劲儿，满脑子都是爬床2个字。今日不把你睡了，老娘以后在沈府还怎么混？不去床上，那就软榻上也成。我手脚并用，半爬在公子身上，想去亲亲他的唇。可公子身量高，昂着脖子不让我近身。鸳鸯，你给我清醒一点。清醒个屁，以往就是我太清醒了。我要是多主动一分，早就是他的房中人了。勾不到脸，我就亲了他的脖子，软乎乎冰冰凉凉的，似乎还有个凸起。随着我的吮吸，咕咚咚的吞咽声响起在耳畔，同时沙哑的声音往高提了提。鸳鸯，别玩火。我不管，我就要。我任性又火辣，使出吃奶劲儿往他身上拱。可我身上软绵没有力气，一使劲差点掉到地上的时候，腰身上擒上来一只大手。某人反客为主，将我压在了身下。记住，这可是你自己求来的。我心下窃喜，这次难道真的要成了？水到渠成鸳鸯梦。被磨得连一丝抬手指的力气都没有时，耳边是某人疯狂又固执，一遍一遍的询问。鸳鸯，你再瞧瞧，我是谁？公子。我语连不成调。某人忧甚不满。什么公子？当然是风光奇月的公子。换个词，这个本公子不喜欢。我揽住了他的腰身。那便是我最爱的公子。一句话换来的是更加疯狂的夜晚。第二天，我看着身边躺着的美玉男子，一脸懊恼。喝后误事，这下子我算是体会到了。扶着酸软的腰，正要跨过某人离开，身下的人却醒了。那双桃花目泪眼生泽，像是会说话般委屈又责备。我不得不红着脸说话。对不住。某人声音比我还要沙哑3分。无碍，朕也没能把持得住。朕，这个称呼好像只有某些人才能自用吧？我正纳闷，就被他随口抛出的问题打断。你去哪儿？我半爬在他腿上，姿势奇怪，抬起一只手指了指隔壁，尽量装作稳重自持。去洗漱。现如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赶紧钻进去，偏他不如我的意。去洗漱前恐怕还有个事儿还要劳烦你。何事？我眨眨眼。身下的某人指着我和他中间隔着锦被的一包可疑凸起。他可能不太想让你去。所以呢？我问。他突地挺起上身，用力拥抱。一阵天旋地转，我被夹在了床褥和硬朗胸膛之间。回答我的是避无可避的攻城略池。
所以得劳烦你再受累一回。我的抗议渐渐变了音调。回京的路上，我终于弄清楚了郑公子到底是哪个朕。当今天子赵钱20有6，治国有方，后位空虚。不知是不是他在床上总是欺负我，而我又吃不消，总在咬他，打他反抗的缘故，我竟对他生不出一点君臣惧怕。用赵钱的话说便是，朕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也许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，赵钱给我的感觉竟然比我跟了10几年的沈其月还要来得自在舒服，仿佛他一出现，我们就认识了几百年。赵钱说，1000年修得同船渡，这便是前世修得的夫妻恩。我不懂，我只知道跟他在一起会让人身心舒服。赵钱会关心我喜欢吃什么，见我驻足停留，即使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也会给我买来赏玩。我越是痛得死去活来，他会毫无顾忌的挽袖，用炙热的掌心替我揉肚子。他地位比沈其月高，权力比沈其月大，可在我这里，派头却从来都是矮矮的。跟他说话，我再也不用垫着脚，他会弯下腰来倾听。我稍稍落后他一步，他便停下来，携着我的衣袖同行。越往京里走，他身边汇聚过来的人越多，有臣子内侍，可他总是会将我引荐给他人，不叫我受一分冷落。京郊河畔，赵钱受了一场刺杀，他人无碍，只是挡刀的我差点呜呼哀哉。天空都变成黑色的时候，我听到赵钱抱着我祈求上苍，朕愿折10世长寿，换鸳鸯一命长安。3个月后，景阳宫，皇上下了朝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正坐在他新做的秋千上看云卷云舒。宫女太监们跪了一地，我也学着用心学的礼仪行礼。行到一半，赵钱扶住了我的手。太医说你还没彻底恢复，叫你不可乱动，又忘了。我撒娇求饶，我没动，是秋千在动。赵钱不赞同的佯装瞪我，那晚上你也可以不动，朕来动。我简直恨不能捂住他的嘴。以后我不做了还不成吗？赵钱夸赞了我，又问我在宫里闷不闷，说晚上城中有篝火，要带我出宫去玩。我高兴地答应了下来。夜晚的京城果然灯火璀璨，富贵迷人眼。赵钱身份特殊，只能坐轿子，而我扮作他的丫鬟，随着轿子走走停停，瞧瞧这个看看那个。正悠然自得时，身边突然窜出来一个男子，拽着我的胳膊，一把将我扯进了怀中。我吓了一跳，挣脱不过，就甩了他一巴掌。站定一瞧，竟是多日不见的沈其月。只见沈其月蓬头垢面，双目充血，风尘仆仆下一脸的欣喜若狂。鸳鸯，真的是你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沈其月又冲过来要抱我，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。鸳鸯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的少爷沈其月啊。沈少爷，请自重。我回，早在你将我赶出府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我的少爷了。你在说什么？鸳鸯，我赶你出府只不过是想让你吃点苦头。2个月前我就去长青家接你了，可长青不知所踪，连你也下落不明。这1个月来，我夜以继日的找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鸳鸯来，跟我回家。没有你我在身边，我吃不习惯，睡不习惯，千忍万忍，才忍到大婚以后，我以为可以接你回来当姨娘，谁知却没接到人。沈其月脸上带着病态的柔光，我摇了摇头，避开他。沈少爷，我已不是那个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丫鬟了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沈其月不信我的话，还要上来拉我。这时候，从旁边冲出来几个侍卫拦住了他，同时身后的赵钱从车上下来，带着王者之光。沈清睁大眼睛好好瞧瞧，你预判扯的是谁的女人？待看清赵钱的面容，沈其月反而大笑了几声。怪不得我寻遍天下找不到你，原来你竟躲进了宫里。沈其月还要再说什么，他身后冲出来的夫人宋福拦住了他。我夫喝多了，还望皇上赎罪。罪自然是要赎的，话当然也要说清楚。东林阁，4人相对而坐。沈其月的酒鹰是醒了，说的却还是醉话。我没想到皇上还有夺臣妻之好。我怒极，我算他沈其月那门子臣妻，充其量只是个被赶出来的丫鬟罢了。没等我冲出去，一只大手将我拉住拦了下来。赵钱脸上不见一丝怒容，沈清说话要讲证据，你与鸳鸯无媒无聘。
可她是我的丫鬟。曾经，不，以前。赵钱道，她如今是朕的爱妃，将来还会是朕的皇后。沈其月看了看我，又看看赵钱，不可能，她只是个丫鬟。赵钱，在你心里她只是个丫鬟，在我心里她却比我的命都重要。行了，朕今天让你们见面，就是要将事情说开，省得沈清你没日没夜的找，也省得将来封后大典上你给朕找不痛快。赵钱说的话，沈其月消化了好久，他撼动不了君王，只能转头对上我说话。鸳鸯，你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？我回他，我也感觉是在做梦一样，甚至做梦都不敢想，我竟然能当皇后。鸳鸯，当初罚你出府，其实只是为了让你吃些苦头，那长青本不能人道，我已安排妥当，你跟着他回家，只当散心。散心？我冷笑道，沈其月，你未免也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？长青不是不见了，而是死了。怎么可能？当初你让长青在后门等我，可我出了门却并没有见到长青的马车，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。我回京之后，稍一打听，长青也没有回府，找了好久，找到的却只有长青的尸体，同时还有这个。我将一枚簪子扔在沈其月面前，沈其月盯着簪子看了许久，突然猛地转头瞪向身后的宋荣。是你？宋荣道，不是我，你莫听他挑拨离间，真的不是我。是不是宋荣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却知道，当日如若我不是阴差阳错坐错车，那么跟着长青出去我就是一个死。沈其月跌坐在地，锦绣堆里养大的少爷，从来没想过落魄千金，为了往上爬可以多么不择手段。宋荣坐在地上只是哭。沈其月看着我，流露出一丝最后的疯狂。鸳鸯，你得跟我回去，你的卖身契还在府里。我冷笑，沈其月，有些事你不当家不知道，2个月前贵府放出去一批丫鬟，其中会不会就有一张叫鸳鸯的呢？不可能，宋福，我待你不薄，你明知我在到处寻鸳鸯，你却将她的卖身契放出去。呵呵，宋福疯了，鬼才要贤明善良，我要的是你，是全部的你，我还要把沈府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，任何魑魅魍魉都别想来沾边。你这个毒妇，早在我一进府就看出来了，鸳鸯是你心里的一根弦，试问弦若断了，情可有因？所以我必须毁掉鸳鸯。我的好少爷啊，是你亲自下令打的他，亲口赶他出的府，这事儿可跟我没半分关系。若不是你说鸳鸯拿桥，我能赶走他，那你自己没有判断能力，你是不是也有责任？沈其月跌坐在地，说到底，我只不过是他心里得不到挑不出去的那根刺。他如今这般，也未必是全然爱我，只是因为少了那么一个恰到好处的人罢了。屋里还在互相指责谩骂，赵钱揽着我已经出了门，懒得再看这门糊涂账。忘了说，我已通知了衙门来拿人。宋福极度成瘾，除了长青，手上还有2个丫鬟的人命官司，该他的他永远也逃不了。而沈其月抛却儿女情长，将赵钱从老夫人手里得到的土地改革立法推行全国，从此天下再也没有吃不起饭、卖儿卖女的农户。我40岁那年，听说沈其月死于一场疾病，到死手里攥着一卷画像，有人说那画像神似当朝皇后娘娘。而我一生没什么本事，替皇上挡刀进了宫门，封后遇老臣弹劾，可咱肚子争气，一胎双生子，老子还没有说什么，儿子替我争到了后位。后宫被我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命妇时常进宫陪我解闷，朝堂上下其乐融融。赵钱在40岁的时候，一场大病没能挺过来，先一步离我而去。13岁的太子赵胤继位，朝堂动荡，外忧内患，是我力压老臣，稳江山固社稷，继续先帝的遗愿，推行土地改革，同时将二皇子赵毅送去战场，让将相外敌都看清楚，凡我朝之疆土，必将寸土不让的决心。大安第13个年头，有幸国泰民安，开创又一代贞观之治。那一年我儿赵胤26，像我初见他父皇一般神勇高大，已经成长为新一代朝臣拥戴的明君。而我久病多日，这日精神好，躺在摇椅里，看小猢狲们在院中嬉戏打闹。遥想当年，薄酒贪杯，醉与公子欢，这一生好似一场梦一般短暂。
阳光洒向大地，赵钱就在这光幕里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鸳鸯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